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那到年底了，大家都在总结开年会是吧？我呢也在整理硬盘。我这个总结呢就是搬资料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硬盘不够用了啊。简单来说呢，就前两天啊买了一个12T 的盘，结果有问题又给退了，所以现在我硬盘资料啊是非常乱。然后我整理了一下，我从 LK99啊介绍以来到现在的总的留下来的视频，你猜有多少？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总的从8月份到现在的经过压缩之后的视频的存储量300多 G， 几乎是平均下来是日更的，因为有的时候是双更，有几天不更的也有啊，个别的。那我这个视频啊，虽然是 OBS 录的是 4K 的，每一个文件包两个文件，一个是 OBS 的原包文件啊，一个是增加字幕的文件。而增加字幕的文件呢，我会用格式工厂把2-3个 G 的视频压到几百兆，是10:1的压缩。所以你就知道我现在这320多 G 可不是露营的视频是吧？出去就录100多 G， 这都是压缩不能再压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年下半年的总结，但是上半年已经考过去了，上半年也有好几百 G。那这些视频呢，确实保管起来是个问题啊，正在准备装 NAS 啊，我自己还有一台矿渣的啊。那今天说的内容啊，其实不是说我没硬盘了，而是说呢，到年底了，大家都在总结，我也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的这个视频的情况。那实际上今天主要呢是给大家想介绍一下陈博微博的更新。那陈老师北科大的陈老师呢，他一直在今年密切跟踪这个史文超导的发展，并且也给大家就是说介绍了很多超导的知识以及他的研究方向。那么他自己呢也发了一篇关于超导这么一个统计的论文，通过统计的角度来总结超导过去的规律，来预测将来超导的可能。那现在看起来很多事情都在一步一步向前走。那当然我还不能说陈博的这个论文就完全就对了，那起码他对过去的总结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呢，可能到年底还会有大消息出来。那既然呢，当事人人家还没有发我要指的当然不只是说这个陈博啦，不是陈老师，还包括我们戴博士、习老师。那我们再等等说这个大消息。我们今天就先看看陈博的微博里边透露了什么。也许这里边字里行间就有我们想知道的大消息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文那这次呢，陈老师的这个总结还是比较洗练的比较凝练不是太长。那2023年总结他说第一呢就是超导观念问题，无论是年初的迪亚兹还是年中的 LK99， 史文超导对传统超导的概念的冲击是前所未有，引起了各派在学术范围内对林辉石等相关体系的广泛关注。它的诡异的性质本身已经反映出史文超导不是个简单问题。第二个呢是母体特征纯相的研究对超导特征现象的甄别十分重要。母体不具备导体特征，且半导体属性也不能够带来足够的载流子，那这是超导现象未被明确甄别的主要原因。第三个呢是纯相方法。水热方法获得了单向铜替代铅磷灰石，铜的加入有利于降低母体能系，但是更多的铜对铁磁性的贡献更大。第四个呢是氧位问题。那磷灰石的一维结构它的氧数量的调整是一种引入载流子的有效途径，会对材料的磁性测量结果产生有效影响。第五个呢是电子相干。在有限载流子浓度的情况下呢，巡游电子的相干特征就有了明确的实验结论。磷灰石体系具有足够小的有效质量，值得未来深入比较不同超导材料之间的基础规律。第六呢就是量子理论计算费米面的扁平带特征、适当的载流子浓度以及体系整体轨道相互作用特征，这些统计规律被广泛认可。多种统计规律的相互配合成为未来寻找史文超导的基本手段。那我们再看它2024年的预测。那第一呢就是载流子特殊非平衡处理的体系显示出超导抗磁性出现的这种迹象，而且呢可以找到对应的材料和合成的基本规律，气氛控制以及非平衡合成手段得到重视。第二呢就是 P 位的替换和铅位的一维
氧位的调整不同，磷位的难度很大，但是有效的硫等异价元素替换会加大体系中室温超导线性的抗磁性特征。第三个呢是零电阻测量非常规零电阻效应的探索会逐步展开，新的混合体系的设计可能有望解决目前零电阻的测量问题。第四个就是新理论，随着新现象的总结和深入可能会对于凝聚态强关联理论的建立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五个就是新概念，新现象综合研究的更细致研究可能对超导的微观定义做出一些客观的调整。非常规高温超导的应用也会有新的思路。这是陈博微博的这个比较凝练的对于2023年的总结以及对2024年的展望。那实际上这个出来已经有一天的时间了。我今天说呢是因为我得先学起码我得大概明白，是吧？不明白的再查资料问老师，然后呢看出这个专家是怎么说的，他的倾向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就够了。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研究超导的，我们就是吃瓜群众，那你也总得知道这个瓜它是有籽没籽的，它是红瓤的是黄瓤的，对吧？我觉得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这里边实际上暗藏了很多大的消息。你比如说咱再从后往前说，关于这个零电阻，就是2024年预测里边这个零电阻，他说测量非常规零电阻效应的探索会逐步展开，新的混合体的设计有望解决零电阻测量问题。为什么要测量零电阻呢？大家想想，是因为有了这个非常规的超导。为什么是非常规超导了，你还要测零电阻呢？这成了矛盾了，是吧？因为常规的低温和高温超导它很容易测出零电阻来，因为它容易获得比较纯的相。那现在呢，这个非常规室温超导，我们之前一直说应该是有了，导了，但是你得除了麦斯纳现象之外，再给出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就我说的，麦斯纳效应是你考了600多分、700多分上了清华线了，那零电阻就是录取通知书。那现在呢，看出来吗？既然陈博陈老师提出了零电阻的测量，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说明什么呢？大家已经卡在这一点上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很大程度上实锤的这个超导已经解决了已经在这个研究者心目中解决了。但是呢，你要向别人展示，要形成论文，要和现在的这个超导体系，你得有一个存续，有一个连接，是吧？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载流子浓度了。无论是在群里边还是陈老师早期前面几篇微博他对这个载流子都提出了自己一些独到的看法。它和现在的主流 BCS 理论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怎么说呢相同的合拍的，或者说是因为现在主流的 BCS 理论已经遇到了瓶颈，虽然也有进步，大家知道这个进步是怎么样进步的，是几十 G 帕上百万个大气压的压力下弄出那么一小点东西来，而这个东西呢在实际中的用处呢也乏善可陈。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技术实际上还都是这点成果吧，还是10几年前、20年前突破做的一点一点的这个新的这个创新。所以现在呢急需要有新的理论和新的技术。就在这个时候室温超导这横空出世那么之前跟大家讲过，那不了解超导朋友给大家解释一下低温、高温和室温是怎么回事。这个是很吊诡的。按道理说高温肯定比室温高吧？错了，因为最早的这个超导是在当时呢就是昂纳斯液化了氦之后测出水银的超导 4K 269度零下的那是低温超低温，是吧？后来呢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大概每20-30年就有一个突破，一直到了86年 IBM 的2位科学家他们做出了这个100多 K 的这么一个成果来那么这么一个成果的话呢，当时就已经叫高温超导了。100多 K 是多少呢？是零下100多度
所以呢，那时候就高温，它是相当于绝对零度来说，那当然是高温了。但是现在我们说的室温实际上就是300K，你要用这个高温往下延续的话，那就是超高温了。所以呢，就比较吊诡。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啊，就是陈伯才在微博里面呢，在去年总结里面就是说这个超导观念的冲击啊，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了啊。虽然还有人说一言假，但是大家已经悄悄的开始来研究了。你看，在这次 APS 美国物理学会的年会上，可以看到啊，就有8篇论文是研究这个林辉式体系的。那这是我和韩国网友找到的部分的，也可能还有别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搞这个的，也许搞量子的、搞计算机的也有类似的东西，我们没看到，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母体特征和超导现象的甄别，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候了。前不久呢，姚教授和牛监察 team 他们发表了用微波测量这个超导的这么一个论文，是非常有探索性的，也引起了特别大的轰动。但是呢，对于这个主流来说，让他们接受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那如果能实锤这个麦斯纳室温下的超导，那么甚至就像陈博说的，能测出零电阻来，采取别的办法，那就和主流它慢慢就接上了。为什么我们总提主流呢？因为现在主要的学术资源、主要的话语权还都在所谓的主流，就是 BCS 理论几百万个大气压的那个合成的那帮人手里边的啊。那没办法，那个在过去啊，人家是一路研究下来的，那是名门正派的这个长门长孙，这个大弟子是吧？这个室温超导，包括林辉式体系，这属于是突然冒出一个突然就突破的是吧？这个小长老这么一个级别的。这里边呢，其实对于氧位的调控啊，陈老师也提了一点啊。那像在过去啊，我们过去介绍的语音版论文里边，关于氧的还有铜的都有过介绍。那现在这个非平衡处理这个载流子啊，它的可能性，陈老师也提出来了。总的来说呢，就是室温超导已经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现行的主流超导理论 BCS 它力有不逮，所以呢，陈老师强调这个载流子的说法啊，它就登上了它的历史舞台，就是用非平衡的处理这个引入这个载流子浓度让它高啊，这在这个传统的 BCS 理论下是比较难解释的。因为体系内的这个载流子的调控对于超导性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 BCS 理论更强调这个电子相互作用。另外呢，就是临位的这个替换设计的难点那在过去的主流超导理论里边也没有太多涉及的，他也给不了指导意见，是吧？所以呢，引入导电杂项来补充载流子的这个设想，也不是主流超导界他们研究的这个方向所以呢，应该说呀，这个陈博微博从今年开始吧，特别室温超导以来的很多更新都提出了一些，有别于主流超导界，但是呢，看起来呢和现在的室温超导的实践比较合拍的这么一个理论框架。像 CDW 这个理论就是所谓控制超导转变理论。过去呢，它是没有 BCS 这么怎么说呢？被认可也好，火也好，是吧？那现在看起来呢，载流子浓度达到一个关键值，这个超导转变发生了，然后通过电化学的氧化还原来调节载流子浓度，引发超导转变，逐渐的就在我们这一轮的室温超导中得到了实践。你比如现在我们说载流子浓度低的时候，它就是绝缘体，高的时候就是正常金属，只有适中的载流子浓度才导致超导。所以在过去我们介绍这个 CDW 理论里边，论文也有几篇都强调了载流子浓度调控的这个关键作用这和 BCS 理论这个电子的相互作用机制是有一定差异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从昨天到今天看陈博微博自己学习的内容。可以说我觉得假如新年能够给大家有惊喜，我相信这个很多东西可能都和这些我们过去解读的这些论文，包括陈博的微博有关。那关于这个大消息，我们再等一等可能倒了，是真的倒了。但是呢，也不要想着明天就坐上磁悬浮汽车，我们之前讲过多少次，是吧？倒了，也是在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实际的产业的进步比如一开始应用到电力上，那和普通人其实影响并不大。如果真正做到
磁悬浮反重力啊，比较科幻、比较赛博朋克的这些东西，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是倒了。好的，今天和大家总结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